爸，这买菜这么点小事儿，还要您亲自出马吗？那是必须的。那天，董老吃了我做的菜，说这菜照以前呐，还差点意思。我门儿清，那是原料的事儿，让志斌采购就知道图便宜，根本不会挑。那我以后好好挑不就得了吗？你倒是会挑啊，这里学问大了。我必须带你们来几趟，等你们学会了，我就能放心了。爸，志斌是什么都不明白，但我多少还懂一点儿。要是买菜这种小事儿都让您亲自去，我们做小辈的就太过意不去了。再说了，不就买个菜吗？有这么重要吗？我们做的是什么呀？菜呀，菜是给人吃的。往小了说，那能影响到人的食欲和口味；往大了说，能够影响到人的健康和生命。也太夸张了吧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我说，志斌啊，你们两口子知道这个百年老店同仁堂门口那副对联写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秋荷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。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什么意思？虽然这药材加工配制无人监管，可是也不能干背着良心的事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上天都知道。药行如此，我们琴行更应如此。你出的每一道菜，都得无愧于心。这就是我们这行里说的德。每一个厨师啊，都必须有德行。你们永远记住我说的话。记住了。记住了，人就要有德行。爸，来的忒早了吧？你看这好多摊儿正上菜呢。一点都不早，是吧？这时候的菜呀才新鲜。过些时候人多了，那好菜被挑走了不说，是吧？这菜啊让人摸来摸去的，都糟蹋了。大爷，您来点什么？哎，爸，这菜不是挺新鲜的吗？他这个摊位的菜啊，十有八九大棚菜。您这个大棚菜和一般的菜怎么区分的呀？真是，一种菜还能长出俩模样来，新鲜。一点都不新鲜。大棚菜的特点啊，是高科技催熟的。二呢就是反季，你别看错2个月，那也是反季菜。那跟那个时鲜菜就没法比。你看那个摊位了吗？那土豆，还有那个莴笋、芥菜、白萝卜、香椿，那都不是应季菜。估计他这个摊位上别的菜啊，也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。爸，我们庄稼菜要求这么严格呀，必须用时鲜菜，不能用大棚菜。对，这个到我这饭馆来吃饭呢，必须预约，自己点菜不行。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质量，同时也要保证必须得是时鲜菜。还有什么菜您？你这芥蓝是哪儿上的货呀？广东的，保证新鲜。新鲜倒是新鲜，可是就这菜品啊，差点意思。我说，大爷，您可别胡说啊！我这芥蓝都是从广州空运过来的，哪儿差啊？你说，你看，还不服？那我就给你上一课，小伙子，不是说空运来的东西就都是好货。
是吧？芥蓝呢，讲究的是杆儿要粗。你这虽然不是很细，但是一看啊，也就是2等货。哎，再说你看，你这个茼蒿绿叶菜呀，是吧？看的是它的颜色，是吧？这绿的越脆，是吧？越透亮越好。你瞧你这个，都绿的发黑了。哎，你看，多脆，是吧？保证没滋水。哎，小伙子，以后再上货呀，长长眼吧。哥们儿，真倒霉吧啊！今儿碰见脸刁的了。是。这摊位上的菜还行，我看着还不如那2家呢。你就是一棒槌。凤儿，你记住了啊！哎，这个大棚菜呀，用的都是化肥。你看，这个菜，你闻闻，虽然菜叶子上喷了点水，但是菜叶的土上啊，闻着还有一股子这个粪味儿，它施的就是农家肥。您还真识货。我这儿的菜啊，都是有机菜。您瞅瞅，这是国家发的食品认证标志。您要多少，我给您便宜点。我说老哥哥，我呀是开餐馆的。你这儿的菜要是都能保证是这样的菜，我的采购可就常到您这儿来了。您放心，我跟这儿多年了，靠的就是诚信2字。没错，咱们做买卖嘛，靠的就是诚信啊。那个凤儿，回头找这老哥哥要张名片，好嘞，是吧？咱们呢出来之前呢，打听好当天都有什么菜。行，爸，要是今天不跟您出来买菜，这些我还都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买了一辈子菜啊，还用这么费脑筋呢？一会儿啊，到了海鲜肉类柜上，你们学的东西更多。忙了，嫂子。哟，三儿啊，打过年之后就没见过你，这西装也穿上了，这小头也梳得这么利落，你干嘛去了？猴子现在有正经营生了，不跟咱混了。说什么呢，哥？要不是我妈非逼着我让我跟我舅去公司里跑业务，我才舍不得离开你呢。不过先凑合干吧，挣的还行。得了吧你，一夜8000多，还嫌少啊？我这小庙供不起你这尊菩萨。嫂子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哥又开始挤兑我了又。你别搭理他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就跟着你舅好好干，比在他那儿强。